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啊！大家好，我是最近沉迷游泳的琉璃。这期视频是暗黑4第4赛季的职业的强度参考，我会按照个人完全主观的态度，根据开荒、狂潮、速刷、冲层和200级的 BOSS 5个维度，为你带来游戏中5个职业的玩法强度参考，以及为你推荐一些专精这些职业的 UP。那么本期视频本来应该在 PTR 结束之后就发的，但暴雪各种历史操作让我不太放心，所以我就憋到了今天才发。而 PTR 之后果然是有好几个大型的改动的，其中对玩法排名影响最大的是大秘境的调整了。按照暴雪在采访里的说法是，大秘境会相比之前更难，150级的怪物呢会和之前屠宰场25层一样，也就是精英很可能会达到数十上百亿的血。通关时间呢也被延长到了15分钟，算是降低了一下通关的难度。这一基础上，暴雪还移除了大秘境中自然生成的压制和炮火圣坛。那这些改动除了让大秘境变得更加难打之外，对游侠的坏影响更是不可估量。作为 PTR 中大秘境表现最差的职业，游侠的定位和 S2 的死灵还有火影的犬种牙一样，差不多就是别人已经在玩神术了，自己还在研究怎么与召唤的狗狗合体。目前游侠的整体强度呢，可以参考这张表格以及下面的排序说明跟需求。重点说一下大秘境的问题啊，在 PTR 后期，游侠通关大秘境的主要思路就是通过回火和大师强化来获取毕业的装备，以及改动之后的闪避体系来做到全程接近甚至达到100%躲闪，然后再依靠武器的回火点伤、压制快射或者是迫害类玩法来解决输出的问题。然后呢，以上3种玩法到了正式服之后吧，回火的点伤被砍了将近20倍，压制快射的核心暗金血也被腰斩了，也就迫害相关的玩法可能会有效，但它的核心呢是来自迫害被动的暗改。在 PTR 中，这一个被动在结算之前是可以正常享受易伤、爆伤等之前没有办法吃到的增伤值罪的，属于是蓝铁没有提到的一个巨幅加强了。但这一机制呢，目前被人当作 bug 给上报了，所以游侠在 S4 的表现就全看这个机制修不修。如果迫害相关改了，那就得另找出路，没修的话，游侠就还算是一个强度职业了。而且呢，因为这个被动的存在，可以开发不少的花活。如果你在新赛季想要尝试游侠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枫叶和陈一豪这2位 UP。而如果你想要在第4赛季第一时间开荒的话，一个稳定的网络环境呢是必不可少的。这里琉璃推荐你使用迅游加速器，它呢不仅可以一键下载免费加速战网，还能同时保证暗黑4的网络顺畅。如果你之前没有用过这个加速器的话，可以在客户端的主页输入口令暗号漏球琉璃，白嫖到3天的加速时长。因为游戏上线 XGP 才入坑的朋友呢，在赛季开始的时候找齐160个莉莉丝祭坛是很头疼的。迅游加速器内置的莉莉丝寻路功能不仅可以帮你在游戏中查看莉莉丝祭坛的分布，还贴心自带了寻路导航，你可以沿着它的路线一步到位，点亮所有的莉莉丝祭坛，让之后的开荒更加顺畅。我们要聊的下一个职业是法师，它的强度波动主要在大秘境方面。法师的关键被动碎冰和相关威能的配合，在屠宰场版本的强目是有目共睹的。在暴雪把大秘境改成现在类屠宰场的机制之后，它估计会是最强的进度手段。在这一基础之上，法师还能通过稀有暗金祭坛毛来获取你正常没法得到的炮火圣坛和压制圣坛来进行额外的输出。如果这2个组合可以正常游玩的话，那么法师在大秘境的冲层表现估计会是全职业最强的。而如果祭坛毛的表现不如预期的话，那法师很可能就要因为打 BOSS 的速度来降速了。从 PTR 的整体表现来看啊，遭到削弱之后，法师的开荒强度在 A， 狂潮强度为 A+， 速刷强度为 A+， 200级 BOSS 的能力为 B。开荒阶段呢，直接拿赛季旅程送的焚烧威能，在合理的构筑下是可以做到50级10秒速杀难度4的厄莱亚斯的。狂潮方面呢，是既可以附魔传送术来进行高效的跑图清怪，也能附魔火球术在鲜血侍女处全自动输出的。速刷方面啊，无论你是跟 PTR 一样玩冰封球，或者是回归传统去玩暴风雪或者是电球，都能非常效率的速刷底层大秘境和噩梦地下城。可惜的是，凝霜布无限火盾的核心威能被腰斩了，不知道正式服得多极限的装备才能继续玩。唯一的缺点就是200级的 BOSS 不太效率，但是你这是可以通过跟别人 AA 或者是特化构筑来解决的。它呢也估计会是这赛季我第2个尝试的职业啊。而如果你想要第一时间找法师视频的话，可以看看沙耶的主页。那接着是琉璃在 S4 的主力职业死灵法师。这个职业在前2天的采访中确认了一个后期实质性的削弱，也就是傀儡精通等级现在是无法复数出现的。
目前我不清楚的是，这个被动的改动它到底是技能等级从防具被改到项链上，还是限制在头或者手这种特定部位才能出了。如果是前者的话，那体验就非常糟糕了，因为项链位置之前我们都要带冷面指挥官，这一个被动对我们的提升也非常大。而如果是后者的话呢，就勉强还能接受了。其实这个改动也算合理啊，毕竟之前5个位置都能出精通，一个核心被动堆到28级是有点太过分了，就和喝红茶加糖1勺正常，2勺有点甜，糖加3勺就有点恶心了。而现在改动之后呢，死灵对装备的要求就会低很多了，而且词缀方面也会更宽松一些。那么以上均为套话，我内心的实际想法是，言归正传，傀儡精通的改动对召唤死灵的前期影响其实也不算太大，因为在前期呢，5件毕业的防具是很难刷的，输出也就降低了 20% 到 30%， 主要影响的还是大后期的大秘境冲层以及200层的 BOSS 秒杀。按照 PTR 的模板，即使是18精通等级，只要做到带枯萎加大军双威能，我们就能做到7秒内速杀4人的200级 BOSS， 特化配装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做到2下就秒掉它。改成最高8级的精通的话，我们中期就很难秒这些 BOSS 了，得装备刷到大后期甚至献祭骷髅法师才行。但如果你只是打算休闲慢摇的话，召唤死灵就依旧是最佳的选择。如果你是这赛季才入坑的新人呢，或者是想要刷的舒服的老玩家，我都会推荐你这赛季死灵起手。而除了召唤之外，死灵的其他打法，比如骨毛骨灵、血勇血毛，在第4赛季的强度都不太行。2个 PTR 内的新增强力机制，比如暗影死灵的项链以及荆棘召唤的强固古法，这2个大秘境特化的玩法，我们都得到正式服对机制进行再次测试，确定有没有修正才能知道强度了。所以总体下来呢，死灵的强度是开荒 A 加、狂潮 A、速刷 B、200级的 BOSS A 加。冲层我们得正式服打了才知道情况。和法师不同的是啊，以上的强度呢，基本上都是召唤玩法的不同变种说明。比如说开荒，我们就是从大军召唤转成暗影召唤，前者的几个关键威能都是地下城低保，开荒拿了50级就能7秒速刷厄莱亚斯，后者呢需要解锁的高等级枯萎威能和配方再使用，配合血雾的配方，我们可以轻松做到前期无限血雾，这样廉价获取的高效生存可以让我们在开荒阶段最快的做到稳定速刷200 BOSS。而狂潮呢，就是从前期纯招转型成召唤施暴了，速刷冲层跟200 BOSS 前期也都是用无限血雾召唤打的舒适一些。琉璃开荒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更新这些玩法的视频，暗影死灵、荆棘死灵跟古法荆棘也都会在测试之后进行玩法的构筑和分享。野蛮人在 S4 的改动跟死灵差不多，都是老体系几乎作废，然后被塞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新体系。当然和死灵不同的是，成魔野蛮人在事实上统治了 PTR 跟我的显卡，以至于呢暴雪在篝火里特别提到了要优化野蛮人的成魔特效以及削弱它。不过在削弱之后，成魔的强度应该还是在线的，只不过呢要从 PTR 的纯粹成魔体系转变为混搭流血的成魔体系了。流血的强度来源在于传奇节点的位测上限，如果你能找到法师给武器回火1伤的话，甚至能通过这个节点获得好几倍的流血伤害提升。而如果正式服的流血相关配方没有像 PTR 一样出无法生效的 bug 的话，那野蛮人在中后期的强度也会非常的高。总体下来，野蛮人的强度是开荒 B、狂潮 A 加、速刷 A。开荒方面呢，主要看成魔相关的威能解锁速度。你要是开局哐哐就爆齐了，那速度肯定是不会慢的。但大部分人应该都是做赛季旅程，拿战吼出成魔的低保，然后再慢慢刷，速度肯定是比不过法师跟死灵的。冲层和200级的 BOSS 要看流血的具体表现，没问题的话，在成型之后的强度肯定是不会低的。毕竟这个赛季的主题严格来说就是回火了，野蛮人的4把武器系统在这方面的优势还是很大的。如果你想要在第4赛季玩野蛮人的话，我会建议你看看咖啡猫的相关视频。最后的德鲁伊在第4赛季很可能会是一个中后期发育的职业，主要原因在于他开荒可能会比较慢，虽然后期风狼的强度会比较高，而且属于那种通刷全部玩法的流派，但是呢，它的核心暗金狼头是必须要刷杜瑞尔才能掉的，很可能会导致你在前期进入一个没有狼头打不过嘟嘟，打不过嘟嘟就没有狼头的情况。而就算你有了狼头，它也是对装备的回火以及词缀有着比较严格的要求的。所以呢，整体的表现为开荒 B 到 C、狂潮 A、速刷 A、200级 BOSS A。大秘境跟法师一样啊，具体要看祭坛矛的表现。不过德鲁伊的基础伤害会更高一些，所以保底也有一个 A 级的水平。
祭坛毛如果发挥的很出色的话，就跟法师一样是大秘境最靓的仔了。而如果你想要在新赛季玩德鲁伊的话，我建议你去看看蓝盟的相关视频啊，他最近的战绩是第3赛季刷天梯拿了8个世界第一。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正在准备死灵开荒视频的琉璃，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